虽然叶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破清会三大长老此刻都在尼日利亚等着自己，但他直觉判断这三人一定都在。究其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吴飞燕一定会从四大伯爵的接连损失中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面对强大且未知的敌人，绝不能化整为零，把有生力量打散了，一点点送往前线，一定要化零为整，集所有力量毕其功于一役。他既然恨自己入骨，做梦都想杀了自己，那这次处心积虑地拿出一个驻地做诱饵，就一定要确保自己有来无回。他摸不清自己的真正实力，只知道自己能从常胜伯的自爆中存活下来。以此为衡量基准的话，只有三大长老一起出手才有必胜的把握。而且叶晨推断，既然三大长老已经到了尼日利亚，那就绝不会在自己没出现之前就轻易离开。在他们守株待兔的这段时间里，自己就能抓紧时间在尼日利亚布局地网。一旦地网全面铺开，自己就来一个声东击西，逼着三大长老从尼日利亚撤离。只要他们从驻地出来，在这个黑色人种为主的国家里找他们三个黄种老头的踪影，想来不是什么难事。至于为什么笃定是三个老头，主要是叶晨从林婉儿口中得知，这三人年纪都100多岁起步，他们又没有万古长青丹可以吃，就算现在还活得很好，也肯定没办法恢复年轻人的样貌，外表一定是老态龙钟。所以叶晨现在的计划简单概括，就是先继续保持低调，不给吴飞燕任何找到自己的机会，一边让李亚林用他的刑侦思维训练 AI 模型，一边让苏成峰出面把地网铺满整个尼日利亚交通咽喉，一切准备就绪。待李亚林找到破清会位于非洲的其他驻地线索，就可以主动出击了。当叶晨与林婉儿游历归来，回到皇宫的时候，海伦娜也闻讯赶来。她带给叶晨一个好消息，叶晨让他找的农场已经有了合适的选择。此时正值冬季，有些农场主也想趁着闲时，试着将农场出手。下一任农场主这个时候买下，也有足够的时间来规划筹备，不耽误明年春天的种植。海伦娜告诉叶晨道：叶先生，我让人在奥苏城周边100公里范围内找到了10几个有意出售的农场，资料已经让人带回来了，正在整理。等整理好之后，我那给您过目一下，如果有看中的，我便安排人去商讨细节，把合同敲定。叶晨点点头，看了看身边的林婉儿，便道：回头资料拿给小婉，让她来挑选吧。海伦娜恭敬地说道：好的，我让人整理好资料就给林小姐送过去。叶晨微微颔首，问她：对了，还没顾得上问你，昨天宴请罗斯柴尔德父子俩还顺利吗？顺利。海伦娜如实道：霍华德不希望我当着他儿子的面谈及丹药的事情，我也没有多说。在饭桌上，霍华德许诺了要加大对北欧的投资，他想在 AI 模型完成交付之后，我个人估计是想在得到您许诺给他的半颗丹药之后，和北欧皇室一起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这个决定。叶晨笑道：丹药已经准备好了， AI 模型完成交付工作，你就把他请到皇宫里来，到时候亲自把丹药卖给他。好的，叶先生。海伦娜毕恭毕敬地点了点头，又道：上次卖霍华德丹药的钱还没给您，这次一起给您汇过去吧。叶晨问他，上次丹药卖了多少钱来着？被叶晨当面询问，海伦娜知道自己需要撒谎，所以不免有些紧张，微微调整了一下心态，开口说道：回叶先生，一共卖了1100亿现金，按照您的要求55分成，应该给您550亿美金。叶晨笑道：海伦娜，我之所以让你来对接霍华德，是因为我暂时还不想同时与他们父子两人建立联系，但这不代表以后都不会与霍华德有直接接触。之前那颗丹药究竟卖了多少钱？等有朝一日我跟霍华德面对面，而他知道他的命运其实是掌握在我手里的时候，他一定会跟我说实话的。海伦娜一听叶晨这么说，心里更是慌乱，连忙说道：叶先生，我向您道歉，那颗丹药其实并没有卖1100亿那么多。说着，他又赶紧解释道：当时我跟霍华德谈好的条件是600亿美元，再加上一整套 AI 模型，
可是您说让我留下50%，这笔钱实在是太多了，我实在不能接受，所以就跟您撒谎说是1100亿。叶晨点点头，他猜得出海伦娜说谎的原因，必然是不想从自己这里拿走太多钱，所以才夸大总成交额，来提升应该交给自己的那部分金额总数。海伦娜见叶晨不说话，心中有些忐忑地说道：“叶先生，实在抱歉骗了您，还请您不要生气。”叶晨微笑道：“这跟生气不生气没关系，主要是我之所以要跟你约定销售金额55分成，是因为我想要的就是 AI 模型而已。用丹药换 AI 模型，在我看来已经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交易了。至于你能在这个基础条件上争取多少附加利益，全看你个人的口才和本事。所以才提出这部分我们55分成，你能从霍华德口袋里额外掏出600亿美金，对我来说完全就是意外之财。这笔钱你拿走一半也是理所应当。”海伦娜轻咬着下唇，几秒钟后才开口说道：“叶先生，可是这金额太多了。”叶晨摆手道：“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事先达成过协议。既然说好了55分成，那赚600块我会分你300，赚600亿我也会分你300亿。”说着，叶晨不等他表态，又道：“明天完成交付，你帮我卖给霍华德半颗丹药，他到时候付的那500亿，我就不跟你分成了，纯粹是你帮我忙。等你跟他交易完成之后，连带着前面那300亿，一共付我800亿美金就好。”海伦娜为难地说道：“叶先生，300亿美金对您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对北欧皇室来说，这笔钱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我们北欧皇室人丁本就不够兴旺，就算是拿着这300亿美金，也完全不知道该往哪里花。”叶晨表情严肃地说道：“不知道往哪花就先留着，不是有钱了就一定要花出去才行。在你们西方，存钱难道还犯法不成？”